关公杀人了！关公杀人了！三炮，你怎么看？老大，死者浑身是血，一片狼藉，说明他跟凶手搏斗所致。依我看，这是入室行窃被发现，凶手狗急跳墙，杀人灭口。行窃？何以见得？请看，家具东倒西歪，说明和凶手搏斗时间很久。以死者的身量来看，凶手必定不是高大威猛之辈，半夜入室，身材瘦弱，不是强人，定是偷。有长进，但是不得其法。另有隐情？哪有什么隐情？少卿是给你留面子，你低头仔细看过了？看什么？当然是脚印了，还能有什么？除了邻居的脚印，还有谁的？好像这刀……关公显灵所为。双燕，勘验一下尸身，查明死因。少卿，死者的指甲里面有大量的皮屑。关公的，关公的皮屑。哦，那我们拿回去点儿，回去供着吧。关公显的是肉身，还是法身呀？法身。到底是肉身还是法身呢？这问都没用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肉身。不，我说的是，凶手与他搏斗的时候被抓伤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这些皮屑不一定是凶手的，就算是凶手的，也不全是。你们看，他的颈部有大量的抓痕，他抓伤的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。一魂夺魄呀，那这案子就破了，破了呀！真的，你想啊，他和凶手搏斗，没有假人，只有你的。关公的刀伤了他。关公显灵了，破了呀！破什么了？怎么就破了？谁破了？黄三炮，我要你有什么诱惑？清场！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一律逐出。大人，他不能走啊！他是他的邻居，是他发现尸体的啊！我说你出去。按武德律，这杀人罪按律当斩，知情不报以从犯论处。报与不报，你选一个。官人饶命啊！官人饶命啊！小的是怕不说得罪您，说出来吧，会得罪关老爷的。我们老爷可比关老爷不好惹那小的说，昨天夜里小人都已经睡下了，突然听到隔壁苏秀在家里有桌椅被撞倒的声音，小人本以为是他家娘子回来了，俩人又吵架了，小人就想着去看看热闹，不是去劝劝架。他娘子人呢？好像是回他娘家了。他二人经常吵架吗？没错，经常吵架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记着，打他娘子过门就这样了。不过吵归吵，倒也不记仇。每次吵完以后，两个人又恩爱的不得了。接着说，你出来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？苏秀才家里点着蜡烛，小人就隔着窗户看见苏秀才一个人的身影，在房间里边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，反正就是到处乱撞。这房间里也没有别的人呐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这位官人说的对，是被关老爷附体了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你出入的时候就没看到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小人进去的时候就看见苏公子已经躺在地上了。哦，还有那把关公的刀，沾着血，就掉在旁边了。哎，就是这把，对，就是这把刀。先下去吧。哎，谢谢官人，谢谢官人。老大，我调查过了，这个苏秀才呀，只是读过些书，弄些酸文假醋的事情，也没有考上个秀才。所以说这大伙儿开始只是挤兑他，管他叫秀才，叫着叫着呀，也就叫开了，啥也不是。他一个读书人，在家里供关公干什么？这个苏夫人啊，是赵校尉的独女，是习武世家，所以说呢，这供关公啊，可能是从他娘家带过来的习惯。通知过苏夫人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让人去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最近哪儿来那么多奇怪的案子啊？这以前查案子吧，那好歹还给点辛苦费，现在接案子呢，只见着案子，一个子儿都见不着啊！给钱了呀。所以呢，在我这儿啊，我没了。没了。你要这样想，你呢就是无业游民，之前呢也没有工作，你呀除了吃还要住，所以呢你帮我工作，我给你提供这些非常公平。但是你现在没有工作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拿那些钱去付这些吃喝。再说不是说好了要两人分账吗？按照你那种分账的方法呀，老娘这店早就被你吃空了。这赔本买卖我不做了，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去，就说我不在。四娘，萨摩人呢？萨摩呢？萨摩呢？哦，谢谢你的茶。哎！我去！既然人已经找到了，那咱们就出发吧。去哪儿？办案。不是已经办过了吗？苏秋的妻子今天早上回来了，你不想去问问吗？哎呦，肚子突然好疼啊，去不了了。区区小伤无妨，萨摩兄素来嫉恶如仇，急公好义，就是太过自谦了。没时间跟你自谦了。
我每天跟你们这么办案的话，耽误我干活好吗？四娘已经收了钱了，她不会怪你的。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呢？给都给了，不好往回要的。哎，你叫什么味儿啊？还有上次的钱，你这怎么叫见利忘义？你把我给卖了你！喂！镇威校尉，一个从六品的武散官而已，倒算不得什么武将世家吧。散官也是大唐命官。那赵校尉是个攀援富贵之人，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嫁了个考不上秀才的穷小子呢？哎，说的一点没错。我听说啊，因为这个事儿，赵校尉的女儿已经跟他断绝了父女情。为什么？听说这赵校尉啊，妻妾不少，却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，取名思南。因为没有儿子能替他博些军功呢，所以便想嫁女联姻，攀个权贵。因此打小啊，对这女儿特别宠爱，都给惯坏了。嫁女联姻，这也太狠心了吧！就是，只怕你父亲也早有这样的打算吧。我累了，我要喝茶。唉，联姻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还想有人给我牵线搭桥，让我连一个公主，从此我就吃穿不愁了。来，子苏。三胖，接着说。哦，对了，后来啊，这个思南姑娘就喜欢上了苏修，非要嫁给他。可是这个赵校尉啊，死活都不让，非让她嫁给那个已经许了婚的人家。结果呢，这个思南姑娘就说她自己有了身孕，所以这个赵校尉啊就特别生气，从此给她赶出了家门，说今生再也不见。那他孩子呢？哎呀，假的，哪有孩子啊？这夫妻俩到现在都没个孩子。那按照邻居的说法，说苏秋娘子不是回娘家去了吗？最惨的就是这个，她不是回娘家了，而是被苏秋给休了。休了？休了？啊！哎，不是说回来了吗？人呢？苏夫人回来没进屋，直接去后院了。上后院去了，好像。啊！这个房间从昨天就一直这样吗？是。那这些杯子从昨天一直就摆在这儿吗？嗯。把这个杯子带回去，让少爷检查一下。是。你是苏夫人吗？是，我是。槐花？哎，我们是大理寺的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的相公究竟是遭了什么样的毒手？案发是在昨夜，当时你在哪？你们是在怀疑我？你对外称你是回娘家，可据我所知，你跟娘家早就断绝了关系。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。昨天夜里，我一直在大安坊一家叫齐信阁的客栈里。三胖，你去齐信阁核实一下。是。哎呦，那你们是为什么要闹到让他休了我？苏秋他和有夫之妇私定了终身。他为了讨那女人欢心，才狠下心来休了我。我不像他，我这一生只爱了他一个。
这棵树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株花木是我刚嫁给苏秋的时候和他一起种下的，那时候的小树苗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如今花木还在，可他的性命还有我们之间的感情再也回不来了。嘿，老大，我找齐溪阁掌柜问过了，昨晚赵思南确实住在那儿。一直没出来吗？是，夜里一个人叫了一桌子菜，边哭边喝酒来着，怎么劝都劝不住，还招来一帮图谋不轨的小混混，还是老板亲自帮他出头。那女子的情况，你了解多少？她是个有风韵的女子。你跟她相识吗？是致远书斋的少奶奶。书斋？前段时间家里有些困难，苏秋就拿着她手里的几本古书去书斋卖。因为想卖个好价钱，她就时不常的去书斋，同掌柜的说话。几次下来，两人便相识了。那书斋的掌柜没有察觉吗？可是你们家怎么会供奉关公呢？赵府向来就是供奉关公的。我嫁给苏秋的时候，那边已经同我断了关系，所以什么嫁妆都没有。是待我的乳娘偷偷地把这尊关公像给请出来的。她说，这原本就是我爹娘给我备下的，既然同赵府断了关系，往后的日子要是难过，就全靠关老爷庇佑了。这么说，真是关公开了眼，帮你杀了负心人？哎，别碰他，他会显灵的。你们也都听到了哦，这回真是关老爷出马哦。这次的案子确实蹊跷得很，死因很明显，致命伤在喉部。可是又有人证明，当晚只有死者一个人。所以我说吗？啊，这只有关公附体才能干出这事吗？这苏秋，与人也并无恩怨，唯一算得上有仇怨的，也就是赵思南了。但是当晚他也不在，而且很多证人可以证明。不是，你是说苏夫人？就她那副可怜的样子，怎么可能？三炮啊，你跟那个书斋的掌柜认识吗？不大认识。哦，不过听说那个书斋掌柜最近赚了笔大钱哦。嗯，谁？谁赚钱了？怎么赚钱了？快说！我就说你消息闭塞吧。那个书斋掌柜啊，他最近搞了一批什么古籍，哦，一倒手赚了不少钱呢。是苏秋卖给他的那些古书啊？对，就是那个。这个书斋掌柜呢，弄了一些珍品，然后呢，叫了很多就是有钱的老学究给叫到一块儿，说要什么品鉴这些书籍。哼，说是品鉴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窝里斗，看谁出的价高，然后哄着人把这些书籍都买了。你咋知道？哼，都是老子玩剩下的，肯定是他当年受过我的启发，所以才想起来玩这招吗？反正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听说他一有钱，就带他老婆到处玩，反正到哪儿呢，他出手都是最阔绰的一个。带他老婆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没准是小妾呢。
那如果是这书斋的少奶奶，眼见着自己相公阔绰起来，而后悔自己跟了苏秋，想回到自己相公身边，但又害怕事情败露，于是痛下了杀手。请。夫人，请各位在侧厢房稍等他一会儿，几位稍后片刻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说，嘿嘿，为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？不在大厅等着，把我们拉到这儿来干嘛？哼，你傻呀！现在这个夫人什么情况？她的夫君呢，不知道她在外面跟人私通，而她的情人已经死了，连个下家都没有。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是能瞒则瞒了。就你们还大张旗鼓的跑到人家府上来询问，现在也就是因为掌柜的不在，所以人家才能让你们在这儿等。否则的话，不把你们打出去啊，就算是很客气了。我就纳了闷儿了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家喜欢养些花花草草，好闻吗？去！你打我干嘛？有蚊子叮你，我把你打死了，你不谢谢我？你打的比蚊子咬的疼多了。嘿，案发当时你去了哪里？昨天白天的时候，他托人带信儿给我，说让我去趟他家。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能这么正大光明的去他家呢？到了以后，他才告诉我，他已经休了妻，说要同我私奔。私奔？我真是又喜又怕，同他商量了好久，我们才计划好路线。回到家以后，慌慌张张的过了一夜。今天早上，等我夫君出了门，我就说是细软，谁知道他……你是说，昨晚你跟何掌柜在一起？昨天你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啊？或者有没有喝茶呢？没有，我没有吃东西，也没有喝茶，我从来都不喝茶的。验毒？验什么毒？这死因不是很明显吗？刀伤贯喉。大人说了啊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赶紧的。我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要是有毒，我早就发现了。你再看看那喉咙，那嘴，再验验。啊，行。看到没有？没毒。不是啊？哦对，来，你再验验这个。我说你有完没完？什么叫有完没完呢？这老大说了啊，工作要认真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快！咦！好了，你们先进去问，我去洗个手。好。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，为什么这么问？他受是除燥了吗？我没留意，可能是在外头吃的。现场还没清理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些被打翻的茶具。苏秋，她平常有喝茶的习惯吗？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品茶。那他可有固定的品茶时间？一早一晚。那他平时爱喝什么茶？这个我不太懂，要不然我去把茶叶给你们拿过来吧。这个。这是什么人送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别人送的？茶叶
都包成了小包，每一包是1壶的量。只有茶庄里最名贵的茶才会这么包装。可这样也是为了防潮啊！防什么潮啊？费点料包得漂亮一点，是为了卖一个好价钱，还防潮？用这种小包，若是其中的一包下毒，别人就查不出来了。可苏家现在如此不景气，苏秋如何负担这茶叶的花销呢？是茶庄掌柜送的，他是苏秋的发小。怎么了？这茶有毒？不是什么好茶，品质很差。这茶叶是我送给苏秋的，不是拿去卖的啊，可算不上制假售假。这么说，你们关系不好？当年我们本是要一起参加科举，有天他突然说他丢了钱，非说是他身边的人偷的，先生就报了官。你是说钱不是你拿的？我缺他那点钱嘛，原本打算跟他断了联络，可后来想了一想，我现在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反倒是他，既没考上功名，身体又不见好。这5年呢，虽然娶了妻子，可过得还是不大顺。那就维持朋友的关系，有空看看他的笑话，时不时的想点点子，羞辱羞辱他也好。什么法子？比方说这茶叶，那我就送他一些碎茶叶，让他去待客，让他去吹牛，惹人笑话嘛。少年人的恶意，那就用少年人的恶作剧去偿还了就好。难道真要把他置于死地？你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吗？死了？什么时候？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情？不知情。所以你们是来查我的？等等，你刚才说苏秋成亲了多久？5年。你确定你没有记错？不会错，不会错。验出来了，苏秋在被割喉前就已经死了。啊！黄三谭双叶，谭双叶，你松开我！你松开我！你吃错药了吗？今天说谁呢？你，哎呦我去！放下！哎呦我去！你离我远点！你离我远点！究竟跟李少卿，我说了些什么呀你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站那！别动！我说什么了？哎，那苏秋一命呜呼的话，还怎么割喉啊？哦，这个，哎，你放下！你们俩到底说什么呢？啊，不是老大，你少说2句，闭嘴，放下！你放我就放。老大，老大那个，你说。少卿，我的意思是，苏秋即使没有被割喉，那天晚上也依然会毙命。之前3炮让我验毒，我还觉得很奇怪，在死者的喉部和肠胃，我都已经用针试过了，均没有发现有毒。后来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发现死者的喉部出现了急性水肿。水肿？你可听说热能动风的说法？热能动风？热了就热了，还能冲动啊？我推测苏秋是个热性体质，若不慎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，便会邪热侵袭。轻则瘙痒难耐，重则……哎呀！老大，你是叫我去办案的吧？为什么？那个三炮！待会儿咱们早点回来啊。这谁啊？这位是李少卿，这个是我的邻居，就是她丈夫发现苏秋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还要叫他过来问话吗？不用了，案子已经破了。真的吗？啊，
到底是谁对苏秋下了这么重的手啊？你，被自己吓到了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一直都待在七星阁里，根本就不需要你在场，因为这就是一场定时杀人案。定时杀人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跟苏秋成亲多久了？5年。这是棵槐树，木质坚硬，生长缓慢，年轮间距是2到3分。如果真的依你所说是5年前你嫁到这里来以后种下的话，那么这棵树的树宽应该是2到3寸，而如今它的树宽达半尺以上，说明这棵树的树龄10年以上。这棵树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那你为什么说谎呢？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先进房门，而是先给这棵树浇水。是何原因呢？你并没有你表现出来的那么难过吧？否则你怎么还会有心情给无关痛痒的花木浇水？所以你在这件事上说了谎，来掩盖自己的异常行为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你又不得不做，所以我就推测，你一定是想毁灭关键性证据。水里有毒！啊，这不可能啊！那我们喝的水也是从那井里打上来的，要是那水里真的有毒的话，我们早就死了呀。这水里面确实没有毒，可是即便是同样一盆花，有的人会闻到花香，有的人却会因为花粉不服而狂打喷嚏。啊嚏！苏秋对花生不服的事情，我想除了苏夫人，没有人会更了解了吧？那么在案发当日踏上的茶具里，怎么会出现细小的花生碎屑呢？这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杯子吗？有什么好验的？妙就妙在，这花生并非是砒霜之流，买起来方便，又不会被人怀疑。可是，就算苏秋是被花生毒死的，这也说不通啊。昨天白天，我亲眼看见苏秋自己从井里打了一桶水上来，总不能是他自己把自己毒死的吧？再说那会儿思南已经走了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苏家有2个桶？苏秋家中并不富裕，可他却是个好面之人，他连茶叶的优劣都品不出，却习到了不少穷讲究的毛病。你们可听过一个说法，品茶之人必先养水。养水？这不生孩子哪来养水？将井中的碎石放于水桶当中，静置一些时辰，会吸附土气，使水变得更加清澈。这就是养水。所以苏秋会备2个水桶，以方便使用。你只需要在临走的时候，在其中1个水桶里动手脚，就可以借苏秋之手完成杀人。哎，你慢点，我跟不上了。所以白天邻居看到苏秋用来打水的水桶，其实就是被你抹了花生汁液的那一个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立刻使用，因为你要留给自己充足离开家里的时间。所以你知道，在你离开家之后，苏秋一定会先饮用那桶已经静置过的水，然后这桶水还没有喝完，他会再打上一桶水用来静置。而这桶水，正是你延迟杀害苏秋的凶器。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白天用你打的那桶水，到了晚上那桶水用完了，他就开始用自己打的那桶水了。学着点儿。所以，你能准确推断出，他喝到这桶水的时间，正是他睡前品茶的这个时候。那关公那把刀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他另一个高明之处，他知道很快就会怀疑到他身上，所以为了混淆视听，他就制造了关公杀人的假象，而且为了洗清嫌疑，还做出这副惹人心疼的样子。
可是他那天晚上不在现场啊。我观察过那尊关公像，普通的关公像呢，刀和象身是连在一起，不能分开，而那尊关公像，刀却是活动的，显然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不对，那他怎么知道苏秋肯定要用那把刀呢？其实更简单了，他只需要在离开的时候谎称关公像有损，把刀取下来放在供台上，然后再将家中所有的尖锐物品都收起来。你们可以去厨房看看，厨房里一把刀都没有，显然是被人收起来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秋没有在家里做饭，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炊具。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没错，你说的一字都不差，我就是这样把他给杀了。你这么做图什么呀？啊？当初我放弃了一切嫁过来，却发现我所倾慕的他的才气，全都是抄来的。他若对我好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还是个滥情之人。他背着我，不知道找了多少女人。我从小被宠坏了，哪里受得了这个？来一个，我便插一个，一直这样吵吵闹闹的，我也就忍了。可这次，他竟然说要休了我！我都家里闹成那样，他休了我，让我上哪儿去呢？紫苏姑娘，怎么了？这一晚上都没说几句话，谁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累。我想，你爹不会让你嫁给那种人的。我要嫁的只可能是那几个贵胄子弟，个个飞扬跋扈、奢骄淫逸，能有几个好的？有好的吧？少！我这要是嫁错了人，被欺负，我总不能谋杀亲夫吧？如果真遇到这种事儿啊，我帮你杀，欺负你的一个不剩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我杀，干嘛？我长安城大理寺炮哥，我朋友遍布长安城，你说杀谁？我啊？你说杀谁？你定。
杀谁？杀谁？杀谁？天夜凉，早点回去休息啊，别冻着。那我先。先解决。